一個老人用獨輪車一趟一趟的把工地剩下不要的混凝土運到小鎮老路上，然後用這些混凝土把老路的坑重新鋪平。鄰居告訴他，沒有人求你，你不用鋪路的。老人回答說，但是我自己也要經過這裡，所以我想讓這條路變得更好走一些。這個老人就是日本最知名的通緝犯之一，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幹部桐島聰。他策劃實施了多起大樓爆炸案，現在許多日本人可以說是看着他的通緝令長大的。2024年，桐島終於被確認病死在醫院，之後更多關於他被通緝後的生活也逐漸被發現。今天我們來聊聊這些故事。這裡是花散裡，喜歡這樣的內容，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2024年1月，一個小個子老人走着走着，突然倒在了日本神奈川縣的一條普通路邊。過了一會兒，附近的居民把他叫醒，問他是否需要幫助。老人只回了一句對不起。在此之前呢，老人已經自己報了警，叫了救護車。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本該是日本社會新聞的熟悉套路：送醫、問姓名、查出重病、獨居，就像是每年都會在新聞裡看到幾次的孤獨老人的可憐晚景。而後他果然被查出了胃癌晚期。老人醒來之後，醫院照流程詢問姓名和保險證，老人說自己叫內田，沒有保險證。沒有保險證，這在極品老人的身上也不算太稀奇。出於人道主義呢，醫院給他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治療。1月25日，老人突然對護士開口：“內田是假的，我的真名叫桐島聰，是個通緝犯，就是連環企業爆破事件的那一個。我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想要至少用本名迎接人生的終點。”我想，只要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無數次看到過他的通緝照片。醫院立刻聯繫了警方，警察也馬上趕來核實。因為他實在逃亡了太久了，警方的檔案裡連他的指紋數據都沒了，只能靠 DNA 等方式謹慎比對，確認身份之後，這個半個世紀的懸案也終於迎來了最後一頁。桐島所屬的組織叫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是70年代時日本的學生運動高潮時期出現的極左激進團體。1974年8月30日，該組織策劃了東京灣之內的30重工大樓爆炸案，造成8人死亡和380人受傷。之後，在1974年到1975年之間，他們又實施或策劃了多起針對企業的爆破襲擊。這一系列事件被統稱為連環企業爆破事件。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當年聲稱他們是在審判日本企業。警方在1975年5月19日逮捕了8名韓國產業經濟研究所相關案件的嫌疑人。23日將包括桐島聰在內的2人列為通緝對象，之後另一人被捕，但是桐島就從此消失在了城市裡。事實上，被通緝之後幾天，桐島就給廣島老家打了電話，說自己和一個女人一起暫時躲在岡山城裡，要求家裡給他一大筆錢。桐島的父親嘗試勸他去自首，不過他沒有答應。幾句話之後掛斷了電話，似乎並不想留下太多的線索。之後他沒有躲進深山，也沒有出國，而是化名內田開始了新的生活。他通過暴力團相關人士的介紹，到了神奈川縣藤澤市的一家鐵工所裡工作。打卡上班果然是在日本躲進群眾裡最樸素的實現路徑。鐵工所老闆後來對記者描述說，在他們那裡的內田不戴眼鏡，髮型和通緝照片差不多，性格沉默，話很少，外觀看起來還有點可愛，但是對工作非常刻苦努力。一開始是一個暴力團組織的人把他帶到店裡說，大叔，之後一段時間麻煩照顧一下這小子，他便收留了內田。桐島在這裡大概幹了3個月之後，有一天老闆跟他寒暄說，總覺得在你來之前我就在哪裡見過你這張臉。桐島則回答說，臉上的人到處都是。這句話用日語說出來是比較有攻擊性的，可能當場就決定了要跑路。果然發生這件事的月底，桐島又從鐵工所消失了。那麼為什麼他敢在滿街都貼着他的通緝令的情況下直接去工廠打工呢？這就不得不說東亞反日武裝戰線這個組織的行事風格了。他們的組織綱領是一本名為《富富實際》的小冊子，裡面有組織的思想目標，也有炸彈的制作和使用方法，還有組織成員的活動方針。這個活動方針中就非常重視躲藏在群眾中，其中寫下了不必斬斷與家人朋友的聯繫，要像普通市民一樣在社會裡非公開活動，以及在群眾中採取極端保密和封閉的思維方式，只會自掘墳墓，在必要時打招呼，表現得像是正常的日常生活即可。
總之，東亞反日武裝戰線這個組織在潛入社會方面是比另外幾個日本反社會組織成功一些。桐島剛開始潛伏時也是這樣，他不是消失，而是努力變成那種誰都不會多看一眼的普通勞動者。大概2年過後，這位鐵工所老板又在路上偶遇了那一天，問他現在在做什麼。桐島先是為不辭而別向前老板道歉，然後說自己現在在藤澤市內的土木相關公務店裡工作。因為桐島一旦亮出了身份證明就會被捕，沒有身份證明就很難租房，於是他住在公司安排的老舊宿舍裡。和大部分這種短期性質的體力工作一樣，內田工作的店裡也可以日结現金發工資，這讓內田繞開了不能辦銀行卡、不能留下金融痕跡的問題。同時，桐島在店裡的風格一直奉行夫婦實際的原則，不深交，也不刻意拒人千里，鄰里關係也淺淺的，剛好夠像個正常人，只是略有些孤僻。因為這種日結現金工常常也有非法移民來做，有些甚至未必會日語。他這樣的風格躲在這裡，反而像是最正常不過的人。大家心照不宣，這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或者自己的苦衷，沒有什麼好深究的。然後桐島竟然就在這個店裡生活了大約40年。潛伏到了後來，桐島完全變成了被時代拋棄的孤僻老頭子的樣子。他在藤澤的生活軌道幾乎就是每天都不變，住店裡提供的宿舍，去工地做體力活，下班回宿舍，晚上再出門喝一杯，甚至連喝的酒都不怎麼變。他後來常去的居酒屋老板回憶，他從2000年左右開始，幾乎每天都去店裡喝酒，喝了差不多20幾年，幾乎都是只點1杯酒，以至於店裡的人都給他起了綽號。桐島進到店裡的動作自然，行為也毫無遮掩，並不會遮住自己的臉，也不在乎被監控鏡頭拍到。他通常是在深夜11、12點才晃進門，幾乎都只有自己一個人，喝完酒就走，沒有什麼多餘的動作，看起來性格非常克制。他通常喝1杯啤酒，偶爾也會點1杯紅酒，有時也會只待20分鐘就匆匆離開。桐島在店裡的表現就像十分懷念過去，聊得最多的話題是音樂，尤其喜歡聊搖滾樂或者藍調音樂。對於60、70年代的音樂人特別熟悉，甚至提到過去橫濱看音樂演出會的事情。他在店裡會盡量避開可能發生衝突或者麻煩的地方，但是並不刻意低調，甚至會在現場活動時引領應援，炒熱氣氛，十分容易讓人覺得是個喝嗨了的孤僻中年大叔。不如說他就是個喝嗨的中年大叔。店主說他還會跟樂手一起起哄，偶爾還會被氣氛帶動上台表演彈吉他。他也沒有隱瞞太多自己的出身，常常會聊起在老家岡山發生過的事情，也參加過店主組織的海邊 BBQ， 但沒有人把他和桐島聰聯繫起來，而且他聊自己的生活內容也就到此為止。他不聊能和履歷關聯起來的過去，也不聊自己人生中的重大故事，就只是聊一些地方話題和家長裡短。這樣的桐島在酒吧熟客看來就像是一個有故事的中年男人。於是在他50、60歲時，還被一位30歲上下的女生邀請作為男女朋友交往。店主回憶說，那時桐島面色深沉地回答道，我不是那種能讓別人感到幸福的人，所以我不能和你交往。這話說的我都莫名想到了高達裡面的夏亞，頗有江湖氣。什麼叫江湖？黑惡勢力火拼，沒有被警察抓到，這個就叫江湖。顯然桐島他2個都占了。而在桐島居住的房子所在的社區，他也表現得像是一張褪色的背景板，普通的點頭問候，不深交，都知道有這麼個人，但是都不了解他。鄰居回憶，他常戴着有帽檐的帽子，外表跟通缉照片差很多，差到連警察也認不出來了。說2010年左右，有一次桐島似乎喝醉了，半夜回家把收音機的聲音開得老大，周圍住戶紛紛抱怨，甚至有人拿路邊的木料敲他的窗戶。後來他的房子後面的住戶報了警，幾名警察來調解之後，他才安靜下來。顯然當時的警察們也沒有認出他就是那個知名的通缉犯。鄰居回憶說，桐島看起來低調但善良，說他會在放工之後用獨輪車一趟一趟的把工地裡剩下不要的混凝土推出來，然後尋找附近需要修補的砂石路，用這些混凝土鋪平。有鄰居跟他說，又沒有人求你，你不用修路的。結果他回應了一句，但是這條路我自己也要經過，所以我想讓這條
條路變得更好走。這個小故事我本來不想做進視頻的，因為它莫名有點隱喻的感覺，可能會讓人聯想到它的恐怖主義襲擊。但是轉念一想，時過境遷，個人所生活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這種程度的事件經過了50年，完全可以說只是歷史事件了。與其擔心模仿犯，不如更多的還原真相。Anyway， 2023年，桐島感到身體不適，檢查的結果是胃癌。他當然不可能有合法的醫療保險證，所以生病了，他只能完全自費。虽然花了大量積蓄住院，但是最終病情沒能扭轉。2024年1月，他在宿舍附近的路上倒下，然後自己報警叫了救護車。也有報道說，鄰居暫時把他攙扶回了房間，發現桐島的屋裡雜物嚴重堆積，幾乎無處下腳，連病歷本都找不到。1月25日，桐島在醫院裡自白，自己就是連環企業爆破事件的通缉犯桐島聰。自白之後，他很快陷入了瀕危，只有斷斷續續的時間能發出聲音，沒法問詢，也沒法比對指紋。警方於是決定用 DNA 來確定身份。桐島聰的親屬卻拒絕提供自己的 DNA， 以至於到了1月29日桐島去世時，仍然缺乏確定他就是桐島聰本人的決定性證據。新聞報道也一度只能叫他自稱桐島聰，而此時日本依然還張貼着數以萬計的桐島聰通緝海報。又過了幾周之後，警方才完成了所有對比，正式宣布可以確認內田就是桐島聰本人。同時，各縣警局撤下了對他的通缉令，但這也意味着50年的通緝沒能讓他接受法律的制裁。由於桐島聰實在是太有名了，許多日本人可以說是看着他的通緝海報長大的，就這樣他都沒有被人發现，讓人們突然對通緝海報有了興趣。然後另一名因為組織暴力犯罪團體而被全國通緝的金城行，可能因為總是被印刷在桐島聰旁邊，也就被多看了幾眼。幾天之後，警方就接到了關於金城行的線索的舉報，並且逮捕了他。逃亡了快50年，桐島聰把自己訓練成了一個不會惹麻煩的人，話少、準點、現金，僅必要程度的社交。可能不光是我們，即使是他自己也無法確定這究竟是他本來的性格還是求生策略的。他那句想要至少用本名迎接人生的終點，聽起來像對警方的挑釁，但也可能只是疲憊。在漫長的偽裝裡，一個人最先被磨掉的會是道德標準呢，還是自我感呢？假名用久了，會不會連自己都開始懷疑我到底是誰呢？這些問題實在是難以回答。對桐島而言，臨終的自白也許是一種選擇，不是求原諒，而是求一種清醒的完整的結束。就我的觀點而言，這樣算是一種善終。令人遺憾的，終究讓他躲過了應有的懲罰。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硬幣呀！我們下期再見。